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3小学的杨老师。今天在这里，我们要学习的是啊、哦、的第一课时。这一段时间，我们认识了很多字，请同学们一起来读一读。这2个字我们没有学过，读书的时候遇到不认识的字该怎么办呢？遇到不认识的字，我会问爸爸妈妈。说得很好，遇到不认识的字，请教别人是个好方法。我们还可以借助汉语拼音来识字，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识字方法。跟老师一起来读读这4个字。汉语拼音。汉语拼音的作用可大了，可以帮助我们识字、读书，还可以帮我们学好普通话。就像这首小儿歌里说的那样。来，跟着老师一起读读这首小儿歌。汉语拼音，学习拼音用处大，识字读书要靠它。帮我学好普通话，看谁学的顶呱呱。从今天这节课开始，老师要带着同学们在拼音王国里游历一番。拼音王国里有3个大家族，它们分别是声母、韵母、整体认读音节。每个家族中又有不少的成员。接下来，我们就先敲开韵母家族的大门，看看会先遇到谁呢？请同学们仔细看一下，在这幅图上都看到了谁？他们在做什么呢？我看到了一只白鹅，它在小河里游泳。句子说得很完整。谁能像它这样再来说一说？你还看到了什么？在这幅图上，我看到了一只大公鸡，它正在打鸣。你呢？还看到了什么？我在这幅图上还看到了一个小姑娘站在小河边唱歌。同学们观察的可真仔细。一位小姑娘在小河边唱歌，她怎么唱的呢？跟老师一起来读一读。啊！同学们有没有注意到，老师在发这个音的时候，嘴巴是什么样的？我发现老师嘴巴张得大大的。那请你也来像老师这样，把嘴巴张得大大的，读一读。读啊的时候，还要让声音又响又长。请同学们再试一试。同学们仔细观察，会发现韵母啊的形状就像那个圆圆脸蛋、扎小辫的小姑娘。请跟着老师一起读读这2句小儿歌。圆圆脸蛋，扎小辫，张大嘴巴，啊啊啊！啊这个音在生活中经常会用到。在医院里，医生检查让你张开嘴巴时，就会说：“小朋友，请张开嘴巴，啊！”在这张图里，这个阿姨在跑步机上健身呢。这2个字你认识吗？我认识，这2个字读阿姨。阿姨第一个字就读啊。啊这个音在我们的生活中多常见啊！
小姑娘唱的是啊字歌，大公鸡唱的是哦字歌。公鸡打鸣的声音就是哦哦哦哦，这个音很难读，听老师再来读读这个音，认真观察老师的口型。哦，你发现老师在发这个音时，嘴巴是怎样的？我发现在发这个音的时候，嘴巴是圆圆的，但是比读啊的时候要小一些。你的观察可真仔细。发这个音的时候，嘴巴要拢圆，口型保持不变。同学们可以用自己的小手像老师这样，口型保持不变。我们来试一试。哦哦哦。我们还可以通过这样的小儿歌来记一记。嘴巴圆圆，哦哦哦。公鸡打鸣，哦哦哦。这首小儿歌里既有韵母哦的形，嘴巴圆圆的，又有它的音，公鸡打鸣。这下你们是不是一下子就认识单韵母哦了呢？刚才我们说，小姑娘唱的是啊字歌，大公鸡唱的是哦字歌。那大白鹅会唱什么歌呢？老师，我知道，大白鹅唱的是你可真是个会思考的孩子。我们在发的音的时候，嘴角要向两边展开，嘴巴是扁扁的。我们同样可以编个小儿歌，嘴巴扁扁，来，跟着老师再读一遍。嘴巴扁扁，看到这只在水中的大白鹅，是不是就想起了我们刚刚学过的一首古诗《咏鹅》？我们一起来读一读。咏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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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曲项向天歌。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细心的同学们肯定发现了，这只大白鹅的倒影很像单韵母就让我们把刚才的小儿歌继续编完整，来帮我们记住的形状。我们一起来读一读。青青池塘一只鹅，水中倒影敲开韵母家族的大门，先出来迎接我们的是单韵母啊、哦、读汉语拼音的韵母声音要响亮。在认识啊、哦、的过程中，我们还编了一首小儿歌，咱们一起来读一读。圆圆脸蛋扎小辫，张大嘴巴啊啊啊。公鸡打鸣，哦哦哦，嘴巴圆圆，哦哦哦。青青池塘一只鹅，水中倒影嘴巴扁扁，同学们，在拼音王国里还住着一位小仙女，
他给每个韵母都准备了4顶神奇的帽子。这4顶帽子分别代表了4个声调：1声平，2声扬，3声拐弯，4声降。它们就像这幅小汽车行驶的路线图，请你跟着老师一起，边看图边用手势记一记这些声调符号：1声平，2声扬，3声拐弯，4声降。伸出小手来，跟着老师一起写一写这几个声调符号。我们先把这4顶帽子戴在单韵母 “a” 的头上，看看分别怎么读。请再次伸出你的小手，和老师一起来读一读：1声 “a”，2声 “a”， 3声 “a”， 4声 “a”。谁能像老师这样声音响亮的试一试啊？1声 “a”，2声 “a”，3声 “a”，4声 “a”。2声和3声这么难，你都读对了，可真了不起。我们请一个同学再来试一试，同学们跟着一起读一读：1声 “a”，2声 “a”，3声 “a”，4声 “a”。“a” 戴上4顶声调帽子后，在生活中的应用就更多样了。请跟着老师一起来读读这4句话。阿姨好。啊，你说什么？啊，这是怎么回事儿？啊，多可爱的小鸟！你能结合这幅图，用上4声啊，说一句话吗？老师，我看到了美丽的大草原，可以说啊，多么漂亮的草原！看到这幅图，我会说啊，牛儿们多么悠闲。这2个同学结合画面，从自己看到的内容，用4声啊，说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句子。原来我们说的每一个汉字都有相对应的汉语拼音，汉字的发音也可以帮助我们读准4声。看到啊戴上了声调帽子，单韵母 o 和也都着急了，他们也迫不及待地要戴上声调帽子。我们赶紧帮他们把4个声调帽子都戴上吧。请你伸出小手，跟老师一起，一边做动作，一边读带了调的 o。1声 o，2声 o，3声 o，4声 o。o 的读音啊，本来就很难，带上声调后就更有难度了。谁来试一试？1声 o，2声 o，3声 o，4声 o。真棒，都读准确了。其中2声和3声特别不好读，请同学们跟着老师再练习几遍。2声 o，3声 o，你学会了吗？单韵母 o 带上声调后，在生活中同样经常用到。跟着老师一起来读一读。哦，原来是它。哦，是这样吗？哦，我明白了。
请同学们自己试着读一读吧。看到自己的小伙伴都有声调帽子戴，单韵母都急坏了。我们赶快帮他也戴上4顶声调帽子吧。这次老师要请一个同学先来试一试，看看能一次读准确吗？1声2声3声4声我们一起为这位同学鼓鼓掌。他一下子就读对了，可真棒！请同学们也来练习一下吧。注意，边读边做手势，可以帮你读正确。我猜戴上声调帽子后，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一定也难不倒你们。我们一起来读读这些词语吧。阿胶、白鹅、恶心、鳄鱼。现在你能试着自己读一读吗？单韵母啊、o、的4个声调，你们都记住了吗？同学们可以边用手势辅助，边进行朗读练习，还可以找一找生活中哪些事物中有啊、o、的4声。那今天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，同学们再见。